小姐，快！小姐，这个手镯非常重要，你千万要保护好，绝对不能被外人脱走。四叔去把他们引开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不要出来。王八蛋，宁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！交出手串，饶你不死。想要手串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小姐，原来你在这里！放开小姐！四叔，再杀我四叔，我杀你！小蒙眼！小姐！小姐！此番边将归来，徒儿又精进了不少啊！这一招御兵之术已在为师之上啊！承蒙师傅栽培。如今你已练成为师全部绝学，又镇守大夏10年，这世上再无人是你的对手。若非师傅10年前将我从崖下救起，又收我为徒，传我绝学，恐怕徒儿早已化作一堆白骨，又怎会有今日成就？玉儿，为师本想留你在山中，可惜你尘缘未尽啊！我宋家当年惨遭外族灭门，四叔又惨死在敌人刀下，如今外敌入侵，乱我大夏，血海深仇，我怎能不报？为师明白。今日是你18岁生辰，这是为师为你准备的出师礼。黑卡逍遥丹，黑卡里有2万亿美金，随你支配。而逍遥丹能解世间万物，此番下山凶险万分，你可留作防身。当年救你的家仆，如今他还活着，就在江城群英武馆。四叔还活着，太好了！你下山后可以去寻他，将千层诀传授于他，就算是报答他当年舍身相救之恩吧。师父，徒儿，为师今日还要传授你一样最重要的东西。此枪名为复明9天，如今已经为你解封，任你为主。有了它，无论是各大世家还是军中战神，皆为你的奴仆。师父，
徒儿，你下山后若华夏有难，望你能出手相助。师傅竟然飞升成仙了，徒儿定不负师傅所托。老神主飞升，我明主天之下金主，大夏有救，即刻启程拜见新主。这是凤鸣九天。萧总，看这方向是在江城。大夏10年去了，终于等来新主出世，让江南王先行迎接，其他人随我去江城拜见主人。江城林家家主林乔颂拜见神主，拜见神主。起来吧。神主，萧家主和青叶战神正在赶来拜见您的路上，还请您先随我回寒舍暂住。国难当头，除了我想见之人，不想见任何人。你们散了吧。是。李四，散。神主安危，不得懈怠，你跟上去，有任何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是。老爷，胡四没用，没照顾好小姐，整整10年了，也没能给您洗刷冤屈，为宋家伸冤。胡四，该死啊！爸，您当年为了守护宋家和百姓，被废了双腿，还伤了右眼，还毁了脸。您所付出的一切，家主的在天之灵都是看得到的，他们不会怪你的。小姐至今生死未卜，下落不明，你让我如何安心呢？对了，上次派出寻找小姐的人传回什么消息了没有？爸，那云崖高达数千米，哪怕是绝世高手掉下去，也是9死1生。何况小姐是个孩童，根本就没有生还的可能。住口！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她一定还活着。找，继续找。已经派人去找了。但7天之后的锦标赛也很重要。如今大夏民心不稳，青叶战神也想借此机会重振民心。胡关主，救命啊！胡关主啊！胡关主，胡关主！刘关主、李关主，你们这是？胡关主救命啊！我们江城武馆有难呐！快快行起！出了什么事？今日来了一伙洋人，从东街打到西街，咱们所有的武馆都被打赢了。凡是失败的武馆，轻则断手断脚、踢碎脚板，重则武魂尽废，变成瘫子。他们还扬言要在大夏禁武。这群该死的洋人，出手如此狠毒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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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，洋人打开门了。卓英街。哎，这位小哥，请问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刚才来了一伙洋人踢馆，出手很大，非死即残。听说是奔着锦标赛来的。这锦标赛十分重要，这是要折断我们大夏的脊梁骨啊！要不是当年宋燕山这个外国人，如今怎么能让外国人这么嚣张？两位朋友，当年的事情另有隐情，还请不要乱说。还提什么当年呀？现在都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，整条街就剩下群英武馆了。四叔的武馆，正好去会会他们。听闻群英武馆高手辈出啊，我们特意前来讨教。胡馆主，就是他们，自称是西洋武道大师，不讲道理就打人，出手狠辣，招招致命。你这哪是来讨教，分明就是故意挑衅。
谁让你们大夏武学是垃圾？要是有人能打赢我身边这3位大师，我们自然便走了嘛。可若是打不赢，活该变成残废。你们假借踢馆之名打伤我武学同道，是何居心？很简单，输了的人要将这块牌匾挂起来，承认你们学的武道是垃圾，并且退出锦标赛，终身禁，让你们大夏人改学东洋剑。做梦！锦标赛是我们大夏的荣耀，是民族的脊梁，绝不可能让任何人插手。周经纬，你身为外交官，竟然帮助洋人如此羞辱同族，践踏武道，你还配当大夏人吗？谁要做垃圾大夏人？我早就入籍了倭国，我是高贵的倭国国人。你是下贱、无知、愚蠢。等我们以外族身份赢下锦标赛，废掉大夏武道，不出3年，你们必败。无耻、汉奸，凭你们也配？尽管放马过来！群英武馆吴磊，请降。群英武馆。四叔，太好了，他真的还活着。当年四叔替我宋家抵御外族，没想到落得这般下场。这些洋人必须要付出代价。这就是来踢馆的？对，洋鬼子真他妈不是东西，不仅骂我大夏人孬种懦夫，还扬言要废掉我们大夏武道。敢在我华夏的地盘上撒野，找死！幸好少馆主深得老馆主真传，当初在边疆更是斩杀了几百个洋鬼子，这回有他在，定会负我恶气。群英武馆吴磊，请教。多年不见，没想到胡磊这小子都长这么大了。这位是汉城第一跆拳道大师朴世训。你们这群愚蠢的大夏者，只会花拳绣腿，连给我的跆拳道踢鞋都不配。我们汉拳岛国才是世界武术的中心，而你们，是那个大臣不惭。少馆主不愧是在边境历练过，出着凌厉的拳风，打得不是毫无还手之力。天赋不错，只可惜不是朴世训的对手，3招之内必输。你这小丫头懂什么？少馆主可是我们江中的英雄，他怎么可能输？嘿嘿嘿，你只配舔我的鞋垫！混蛋！比武本就是点到为止，少庄主已经输了，你何必这么侮辱他？就是，输的人就是废物，别说是侮辱，就算我打死他，又能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你家大舅，这里拳脚不长眼，一介女子要赶快离开才是。那些人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。陛下说笑了，那朴世训很不简单，我练武11年，都险些被他打成废人。好好学，看看我是怎么打。让皇上打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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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！这朴世训虽然厉害，但不是四叔的对手。他儿子的仇由他亲自动手不好。你们大夏者果然是一群无耻贱人，不仅偷学我汉中学的武学，居然还敢在背后出阴角圣人！我大夏武学发源之时，你们的祖先都还禽兽呢，居然跑到这儿来叫嚣什么武学渊源！我大夏武学博大精深，今天老夫就让你见识见识。你居然敢惹我先主，我今天要废了你！皇上打得好！四叔果然老当益壮，不负当年英勇。
森田君，只能靠你了。师傅！老关主，快服药！你在药里下毒，多谢周上。如今江城武馆覆灭，大夏神主不出，大夏武道必是周上的天下。不知道这入籍倭国之事。放心，我们森田肯定办妥啊！森田真主，森田，你这家伙有点眼力见，配给我倭国当狗。哎呀，多谢森田太君，为难你无耻！你毒害同道，跪舔小鬼子，你简直是我们武道界，不是我们整个华夏的耻辱！我呸！垃圾大夏，也就是你们把他当快宝。当年这宋燕山为了投靠洋人，下毒害死了几百位武林同道，我和他一比，毛比嘛！无耻狗贼，也敢与我父亲相提并论！可怜我父亲忠烈一生，死后却被同胞如此羞辱。我宋家世代效忠华夏武道，又为了什么？住口！胡说八道！当年的事另有隐情。你们大夏武者的这点水平，放在我们倭国，连倒垃圾都不够资格。乖乖的跪下磕头认输，承认你是武道，不，你是大夏懦夫。我没输，我还能战。我们大夏没有懦夫，我大夏的武道是世界武道之巅。看你的样子，还说大夏不是垃圾？不只是武道。整个大夏的种族都是垃圾，一群孬种懦夫。既然没有人敢应战，那就把匾挂上去，自废武功，滚出江城。我还能战。四叔，再跑快点，但是别摔着我呀！放心吧，小姐。大胆狗贼，找死！我泱泱大国为什么打不过这几个洋鬼子？还不是因为宋燕山这个卖国贼！要不是他当年害死那么多年轻高手，导致我们人才凋零，我华夏武道何以沦落至此？说得对，要不是我们大夏还有一位神主，大夏早就亡了，他死有余辜。宋家当年为国奋战，为武道争光，肋骨都断了7根，你们可还有人记得？如今被贼人稍稍挑唆，就把宋家踩在脚底肆意辱骂，这大夏都像你们一般，四叔这般拼命，真是不值。大夏的武者都是一群怂包啊，居然没人敢上！好，大夏以后就是我倭国的天下了。老东西！我这就来送你归西！敢！老鬼子敢欺辱我大夏人，你找死！这3个小伙子不是我们江城有名的废柴吗？整日不学无术，花天酒地。他们3个也不是武道学徒啊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上去干嘛？这不是送死吗？他怎么可能是那家伙对手啊？老关主，有休息！这等垃圾没资格入我大夏！如此靓丽，什么大夏武功天下第一，不过是一群垃圾。只有我大倭帝才是永恒的主宰。今日是我结义之日，对我大夏武学不行，用不用我帮你回忆回忆？你的老祖当年是怎么跪在我们的大刀下舔着脸求饶的？快点加入！小伙子，你也不是我的人，别趟这趟浑水了。再这样下去，非死不可啊！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我太爷爷当年击杀了37个倭寇，我怎么能给他丢脸？我爷爷也不差，击毙了28个。我爷爷死在小鬼子的手中，可我爸爸杀了他们16个，我叔叔杀了7个，我骨子里流的是抵抗外敌的血。我们身为大夏人一日，就绝不给祖宗丢脸，给国家丢人。运儿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
认输吧，我们知道你已经尽力了，输了就输了。当年我爷爷宁可冻死在雪地，也绝不低下头颅。大夏没有孬种，绝不认输。好，今日我就亲自打碎你们大夏人的骨头，你们这群贱骨头，在脚下，是证明你们是低劣的物种，低劣的民族。你能压倒我的膝盖，压不到华夏儿女的脊梁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欺我大夏。放开他！老子还没死呢，有本事出来！连朴大师都打不过的废物，这还敢来送死？我成全你！快动手啊！蝼蚁也配螳臂当车？你们这群大夏人只会无能狂吠，现在还不是在我脚下当狗啊！不，原来连狗都不如啊！真是他妈一群贱种，只配给我们倭国人当狗。的确是贱种，大夏人都是垃圾，还不如学学我，赶快投靠森田太君啊！大夏果然无人啊！我大倭国要称霸天下，你们大夏人注定给我们为奴为仆。谁说无人？入道无形，需要流血牺牲。我敢为人先，今天杀我一个，明天还有300、3万、3亿个大夏人站出来，大夏人的脊梁永远高高耸立，永远不会被压垮，永远不会。冥顽不灵，那我就打断你的脊梁，送你归西。没人，该归西的是你。你是谁？人物出手了，快，速速前往下场！神种震怒，江南王帝魏竟然敢怠慢神种，背离入江城。是。无名小卒不值一提。好厉害的武功！想不到这姑娘年纪轻轻，竟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。无妨，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先下去歇着。姑娘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花姑娘，人美武功也不错，不如跟我回樱花国做我的第17房小老婆，如何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家族乃是樱花国的贵族，跟了我就拥有了无上的荣耀，还不跪谢森田太君？据我所知，森田祖上3代都是给贵族倒马桶的，现在倒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说自己是贵族，哼，简直是可笑啊！哈哈哈哈！到夜壶了也敢称自己是贵族，那我岂不是皇帝了？是不是樱花国的夜壶不够用，才跑到我的地方上来？哎，小鬼子，我家里呀都还攒了好几罐，一会儿都送给你啊，不要钱！哈哈哈哈哈！信不信我杀了你？信我杀了你！这帮鬼子还挺厉害，刚才他怎么没发挥实力啊？森田君可是樱花国武术第一，师承樱木大师。樱木大师，那不是当年打败我国第一高手孙元山的小鬼子吗？这家伙竟然是他的徒弟，难怪那么厉害。原来是当年偷袭我父亲、窃取冠军的老秃驴樱木的徒弟。樱木算什么东西？我一只脚就能踩扁他。姑娘，那樱木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十分擅长偷袭。一个森田一得他的真传，岂不可大意？您放心，我不用手也能打得他屁滚尿流。
大言不惭，看到好的人的道法。这丫头不会被森田太君吓傻了吧？这一脚是还你刚才出手偷袭，这一脚还你欺我同胞，出言羞辱我华夏。姑娘，多谢你出手相助，大恩大德无以为报，请受老朽一拜。四叔，你叫我什么？四叔，是我韵儿。不开四方，出去！哈，对，再来！哈，哈，哈！四叔再跑快点，快点，但是别摔着我哟。放心吧，小姐。小姐，果然是你呀！四叔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你了。四叔，是我来晚了。四叔当年你舍命相救，我又怎会活过今日？大恩大德，无以为报。不可不可，你怎么能给我磕头呢？老爷在天有灵，也能瞑目了。四叔就是死了，你安心了。四叔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有我在，您不会有事儿，群英武馆也不会。这丫头有狐怪，周嫂要小心。现在看来，大闹只能靠你了。周嫂放心，我一个小剃头就能碾死他。怎么回事？地震了吗？不是周经纬带来的高手，是婆罗国地高手夏龙。传说一拳能打死一头大象，但凡跟他对过手之人，3招内必死。小心，当年四叔没有保护好你，害你在外流落10余年。今天四叔就算赔上这条老命，也要护你周全。四叔，当年是你拼命护我，这一次换我护您。小姐，他的武功比森田高10倍，你不是对手，不要去。四叔，您放心，他还伤不着我。臭丫头，刚才你能赢，不过是投机取巧。现在撒农的胳膊比你大腿还粗，他一根手指头就能拧断你的脖子。识相的，乖乖的跪地求饶，本少爷还能留你全尸。武学讲究的是灵活变化，若是肌肉多就能赢，倒不如去围栏里做头猪。像他这种，最多只有50块钱。笑话！你以为你是谁？大夏神主，在萨农的擎天巨力面前，你必死无疑。你给我滴血都不配，3招你必死。巧得很，对付你，我只需要1招。这铁锤有1000斤重，若被砸到，不死也残废啊！是啊，兄弟，躲开！任凭你武艺再高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也只有死。花拳绣腿，不甘一击。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徒手给铁锤接住了。几百斤重的铁锤在他手里就像一颗石子。大夏神主退隐江湖后，此等高手已经绝迹了。青出于蓝，青出于蓝，我大夏武道后继有人了。好，大刀好，宇宙无天！你这该死的贱人，你连杨大人都敢杀！我今天要是不杀了你，我就不尽忠！来人，给我上！一个人就1双手，我这么多人看你怎么对付！谁宰了他，我赏他100万！小姐，小心！到你了！放手！放手！脉不求荣，容点望主，死罪1也；勾结外敌，屠戮同胞，死罪2也；欺我武道，辱我国威，死罪3也。如此负忠不孝、妇人不义之徒，不该活在这世上。住手！
不知杨将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。我接到消息说这儿有人闹事儿。将军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贱人，他废了森田君，还杀了撒农大师，今天必须得给我个交代。就是你打伤2位国外人。没错，是我动的手。我的问题不要牵连吴夫人。杨将军，2位大师不远万里来到江城，与大夏武道切磋，那是为了咱江城乃至整个大夏的武学发展做贡献。此事事关2国友好邦交，没想到竟被人如此侮辱。是你们先动的手。杨将军息怒，此事另有隐情，绝对不是周经纬说的那样。我问你们说，是不是你们先动的手？是我们先动的手。这些小鬼头不仅先欺负的我们，还扬言要废掉大夏武道。这块匾就是他们带来的。杨将军，这些人就是在胡言乱语，赶紧把他们抓了，关进大牢。周少说的没错，一群垃圾，还敢跟我周少作对！来人，把这几个洋人都给我抓起来！王爷啊，神主在玄武馆出事了，要您速速前去。哪个黄大高敢说他的？到，让我去看看。杨将军，你傻了吧？闹事的是他们侮辱的杨大人呐！本将军做事要你来教。姑娘，你身手不错，你人也不错。怀古虽一介莽夫，却也知道何为对错，何为家国。姓杨的，我劝你慎重啊！森田君和撒农大师可是享誉国际的武术大家，这丫头敢打伤他们，这可是要涉及到外国交事的。比武受伤很正常的事，技不如人，还满嘴抱怨，活该挨揍。你算了，只要你们肯磕头认错，我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否则，你们都要掉脑袋。哦，您确定？你好大的胆！愚蠢的大夏人！如果你们敢乱动，我就切腹自尽，让你们大夏背上侮辱友邦的骂名。不行，这个骂名我们背不起。一群懦夫！既然你们背不起，那就跪下，承认大夏武道是垃圾。好，既然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森田将军。杨怀古，你竟然敢杀樱花大师，这辈子你到头了！臭丫头，你想造反了？我是想教教你，何为上，何为尊。你身为江城外交官，本应以唇舌为战，维护国家尊严，守护百姓安危。可你却食味素餐，敌我不分，对欺辱百姓的外敌殷勤谄媚，一味的打压自己人，这样的德性不配做议员。你以为你是谁？大夏神主？我投靠樱花，那是为了为华夏拉拢盟友，而你袭击官员，性质极其恶劣。我现在就将你抓起来，严肃处理。从现在起，你已经不是议员了，你们周家也在江南除名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江南王吗？你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能把我的议员撸了？你可知各州的外交议员，那可都是京都直接钦点的，在各州那可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周少那可是镇南王的心腹，你个黄毛丫头想撤他的职，就是做你的春秋大梦。江南王，江南王就是江城之主，是我们华南一带的至尊，唯有大夏神主能对其发号施令。我当是谁呢？江南王纵容属下欺压百姓，实在欠教训。这姑娘是疯了吗？不会真以为自己是大夏神主吧？江南王不仅地位尊崇，而且更是手无重兵，就算他武功绝顶，王爷想杀他也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我深得江南王器重，不日将会面见神主。你竟敢在此大放厥词，简直找死！小姐，
江南王位高权重，神主更是不可忤逆，你可不要放肆啊！姑娘，我知道你想救我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杀了森田，我愿承担所有的罪责。杨怀古，你以为你能逃得脱啊？你滥杀樱花大师，蓄意毁坏两国邦交，若导致国战再起，大夏被樱花吞并，无数百姓流血而死，杨怀古万死其咎。想担罪，那就跪在森田的刀前自刎谢罪吧。这周经纬好恶毒，杀人诛心，樱花和大夏乃是世上如此折辱，我看是想让杨怀古背负千古骂名。何止杨怀古，这是让整个大夏颜面尽失。周经纬，你不是江南王，你没资格定我的罪。我乃江南王心腹，更有面见神主的资格。我的话就是他的话。看来你是想让这里的人全都陪你一起死了。依我看就是放屁！我杨怀古一生为国为民，何曾有私心？为国为民？你怎么不去死啊？你就是想制造两国的矛盾，让大夏的百姓遭受苦难。杨怀古，你真以为江南王会放过你吗？别忘了，你可是当街杀人，杀人偿命，规矩我懂。告诉王爷一声，怀古先走一步。慢着，死之前别忘了在森田君的刀前学3声狗叫。你什么你？你想让所有人陪你一起死吗？你想让这大夏的百姓为你流血吗？好，我跪。叫啊！叫！真不变！将士们均很机遇，这就是你们的英雄，这就是你们华夏人，一个只配在樱花国面前学狗叫的废物！杨怀古，你赶快自杀谢罪啊！我杨怀古对不起各位将军了。慢着！没有我的指令，你不准死。小姐，快回来，不要触怒江南王。姑娘，我烂命一条，不值得你用命搭救。四叔、杨兄，不用担心。那江南王不过是给我提鞋的小弟而已。我本来想大发慈悲饶你一命，没想到你这么蠢，竟敢侮辱江南王。现在天王老子来了都没人救你。小姐，江南王麾下有10万铁骑，不可玩笑啊！四叔，我叫他往东，他绝不敢往西。不信，我这就打电话叫他过来。你马上到群英武馆。快去群英武馆！还在嘴硬？江南王是华江以南的核心泰斗，他打个喷嚏，整个华江都要震一震。普天之下，唯有神主能让他亲自拜见。有眼不识泰山，信不信他不仅不会砍我，还得跪着来见我？我呸！你这个贱人，会真以为自己是神主吧？要是江南王能跪着见你，我给你磕头谢罪；若是没有，哼！江南王一怒，伏尸千里，血流不止。小姐，不可胡说，不要连累无辜的人。哼，不知死活的贱人！我这就禀报江南王，不仅让他废了你的武功，还要整个群英武馆陪葬。难道是江南王的贴身护卫重甲兵？难道江南王真的来了？拜见江南王。好啊，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！新的神主已经到来，你们居然敢在此吵吵嚷嚷，成何体统！王爷，您来的正好，属下正好有报。有个群英武馆的臭丫头，仗着会些拳脚功夫，嚣张狂妄，残杀我们外国友人，手段凶残，简直就是令人发指。哦，
我掌管江城几十年，还从未见过如此狂妄之人。人在哪儿？带出来，我瞅瞅！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人是我杀的，与其他人无关。要杀要剐，都冲我来吧！王爷，是周经纬，他们几个仗着自己外国人的身份，在我们大夏的地盘耀武扬威，残害了我江城武道数十人，还屡次辱骂国人。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反抗的。放肆！这里什么时候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王爷，明明是名李贱人，横行霸道，胡作非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对您出言不逊，扬言您来了也是向他低头下跪。哦，我还从未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，我倒要见识一下此人是何方神圣，敢让本王低头。王爷，是我杀了3人，我一人做责任严账，所有的罪责我一人承担，不要连累他人。哦，杨怀古，你可知道，在我的地盘杀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怀古，暂求一死。既然你知道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！江南王，你小子好大的胆子！是谁允许你站着来见我的？小姐到现在才狂！王爷，就是这个贱人满嘴喷粪。王爷，不要让这个女的死得太轻松。凭你犯的罪行，足够千刀万剐。王爷息怒，我现在就砍了这贱人的头。现在，对，什么？你说要砍了他的头颅献给我？正是，这是他罪有应得，也是属下该做的。放肆！属下江南王拜见神主。拜见神主。小姐，属下来迟了，让小姐受苦，还请小姐责罚。你们江城卧虎藏龙，一个小小的议员也敢掌握百姓生死大权，无视法度，我又岂敢定你的罪呀？你说是不是，王爷？小姐，这个，您是在说笑吧？在我的辖区之内，那是律法严明，从来就没有任何人敢胡作非为。刘俊伟，你勾结外贼，残害百姓，今日本王就依律法革了你的职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重打40大鞭，交由审刑司依法处置。是。王爷，走！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我就也是人性啊！站住！王爷，你居然敢无视我大夏律法，草菅人命！今日我就要将你打入无极地狱，终身不得放出！王爷，在这，我是国旗有缘，你不能这样轻易对我的，你不能到所有兵们求我的。王爷要命啊！你不能求我的。慢着。大小姐，胡文主都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也受那个周经纬的胁迫，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你就饶过我这一回吧。想得美！如此心术不正之徒，留着便是祸害。今日我便杀了你，为民除害。今日我便杀了你，为民除害。慢，小姐，你已经废了他的武功，他年事已高，留他一命吧。四叔，他勾结外贼，不仅下毒谋害您，还重伤这么多武道弟子，如此轻易放过他，让谁将群英放在眼里？我愿意拿出10万块作为这些弟子们的赔偿，只求胡国主看在我们相识20多年的份上，饶了我这把老骨头吧。你当我们稀罕你这点钱？小姐，我记得群英武馆刚好想补充地面，而这个刘氏武馆和群英武馆刚好是比邻而居，我提议将他的武馆送给群英，以作补偿。王爷，那可是我们老刘家的祖传的呀！你有异议吗？不敢，一切听命王爷吩咐。日后你再敢出现在江城，便是你的死期。滚！谢谢，谢谢。
当时谁有如此高度？乃是宋家当年的余孽。今日之耻，我定要你们百倍偿还。小姐，我看那个江南王好像对你有些畏惧呀。当年救我的师傅有点身份，所以他才会如此。对了，四叔，你的伤势……当年你掉下悬崖，我落到了东瀛人手里，被囚禁了大半年。这些，就是拜他们所赐。后来，我趁机逃脱，回到江城老家，开了这家武馆。小姐，四叔如今不比从前，已经是个废人了。不，四叔你不是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，为父母报仇。说到你父母，小姐，夫人有可能还活着。四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母亲还活着。此事说来话长，近些年，东瀛人不断来我大夏举办各种武道锦标赛，我发现有不少高手拿到冠军以后，都会去英华国进行武术交流，偏偏去了之后，一个都没回来。虽然官方说法是他们抛弃国籍加入了英华国，可我总觉得不对劲。经过再三追查，在京都鸡潭山发现了线索，我于是派人进山，终于在守卫口中听到他们提及，在鸡潭山囚禁着一名主犯，就是当年宋家的女主人。我忽然想起，10年前有几个东瀛人曾经常出入宋家，之后不久便发生了参赛选手中毒事件，而毒药就是宋家的秘药千里走。于是，宋家也被打上了卖国贼的标签。这么说，当年宋家被害一案是东瀛人做的，可他为什么要这样？宋家全族被灭，因唯一的亲人就剩了青城钱氏一族。如今钱家的现任家主就是你的姨妈钱若玉，她或许会知道些什么。看来我得去找姨妈问问当年的真相，再出鸡潭山救出母亲。拜见佐藤大人。你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，说吧。您寻找的宋家余孽，他叫宋云，此刻正在去您武馆内。当真？我亲眼见到他手上戴着您吩咐周少寻找的手镯。这是踏过铁锈无力者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大夏者终究是我的。江南王的飞鸽传书，新神主已不在江城，正在前往青城山去。既如此，我们可是要先行前往青城山，等待神主驾到。这副将，你先去青城山钱家，替神主安排。是，属下遵命。鸡潭山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况且又有东瀛高手坐镇。小姐您想单枪匹马出山救人，不仅危险重重，搞不好还会暴露身份。到时不但救不出夫人，还可能会打草惊蛇，惹祸上身。但是，今年的武道锦标赛决赛会要进入鸡潭山闯关，小姐您只要进入决赛，到时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山，趁机救出夫人。四叔考虑的没错，本次锦标赛事关国运，确实需要谨慎些。我需要个新的身份。当年宋家出事，钱氏一族也受到牵连，幸亏你姨妈修炼凝心诀，功力大成，一举夺得华夏高手榜排名第3位，使得钱氏一族重新崛起。我曾听师傅说过，凝心诀是仅次于青神诀的武功，姨妈未满40就能登顶高手榜，看来这实力确实非凡。血脉亲缘是割舍不断的，我们诚心祈求，再加上江南王的亲笔书信，我相信钱夫人一定会鼎力相助。这胡明祥不过是宋家的家奴，他何时攀上了江南王？劳烦他亲自写信，要求我们大概方便给他推荐信。据传，
今年比赛的冠军有机会被青叶战神收为弟子，这宋韵定是想借机蹦上战神。哼，简直是做梦！母亲，要是江南王怪罪下来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胡明祥一个奴才而已，他怎么可能跟江南王有多深的交情？而且你爷爷已经前去请战神归来，我们钱家马上就会有青叶战神这样的大靠山了，难道还会怕他区区一个江南王不成？就算退1万步来讲，江南王就算与他交情匪浅，怎么可能为了他去得罪青叶战神？母亲所说的极是啊。一会儿胡明祥他们来了，你不用对他们客气。当年钱若云仗着自己天赋高，又嫁给大夏第一高手宋燕山，处处压我一头。这口气我忍了20年了，我定要10倍的讨回来。母亲放心，我想要怎么做。陈少爷，哟，这小坏坏。老夫群英武馆胡明祥，特来拜见钱夫人。我们钱家是什么地方？也是你们这种垃圾的野狗都能闯进来的，想死吗？你骂谁是狗呢？他是你一母独子，若是惹了他，定会得罪钱夫。姚少爷，我是宋家旧仆，这位是我们家大小姐，是您的亲表妹啊。我他妈是谁呢？原来是宋家的狗啊！既然狗见到主人，不应该叫2声吗？你再满嘴喷粪，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？姚少爷，毕竟我们是亲戚一场，您一再如此无礼，难道就不怕钱夫人怪罪吗？宋家是卖国狗贼，是大夏武道之耻，而我母亲乃是大夏第3大高手，我们钱家更是青城武道世家之首。你们这种垃圾也配跟我们攀关系啊？我看你是讨打。贱人，你好大的口气，是想打架是吗？我知道你们今天此次来是想从我母亲手里拿到推荐信，要信可以，只要你能打得赢我的手下，顺利的到达秦军，我就可以把信交给你。小姐，你先养精蓄锐，为明天的比赛做准备。让过来。四叔，你这分明是故意羞辱！你这分明是故意羞辱！没错，我就是要故意羞辱你。弱小就要挨打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很好，你成功惹怒了我。你不是想玩吗？我来陪你打。本少爷这个人呢，最心软，就喜欢成全别人的要求。看见地上那个地方了吗？你站进去，跟我的3位大力士比斗，谁先出剑，谁就输了。相扑力士有千金之力，1、3打1，未免太不公平。公平？你们胡家的一个垃圾武馆，竟然跟我们钱家比公平？我母亲可是堂堂的3大高手，地位仅次于战神大人。口说无凭，你可敢白纸黑字写下？如若我赢了，就交出推荐信。他们武力深不可测，且默契十足，个个以一当十。小姐，你不是对手。表少爷，我们不打，只求你高抬贵手，我们只想见见钱夫人。求我？行。本少爷正嫌弃这脚上沾着狗屎晦气，你帮我把它挑干净，哄得本少爷开心，本少爷就高抬贵脚，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好。四叔，四叔，你别求他，今日我必打了他们，跪地求饶。臭丫头，我可告诉你，一旦上了这擂台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小姐，
听闻前几日中东有几支小国发生叛乱，有一国之长找的就是他们，直接灭掉了对方1支近1000人。是啊，这姑娘如此瘦弱，怕是连力士1根手指头都抵不过吧？不说摔成肉泥，也得粉身碎骨吧。不行，小姐，快回来，我们另外想办法。几个小喽啰而已，就算钱若雨本人在，我也不放在眼里。这人脑子是被驴踢了吧？钱夫人可是排名第3的高手，分分钟就能捏死他。他可真是敢大放厥词。别说我欺负你们，你们一起上。疯了吧？真是井底之蛙，居然1只手对抗3位力士，真是不知道死是怎么写的。哼，1只手，误会了，是1根手指。好大的胆子，天水没教，死字怎么写？小姐，不要冲动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走。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什么？若是我一招赢了，你就将推荐信双手奉上，还给我四叔跪下道歉。一招，就凭你？好，我答应你。要是你输了，你不仅要对我跪下磕头，还要脱了你这一身衣服，伺候我几位力士。钱少爷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简直找死！四叔，放心，我答应你。既然你非要自寻死路，那么我就成全了。几位兄弟，不必生这个气，怒死你！这样的幽鬼，一起上！我赢了，认输吧。认输？我呸！你杀了我这么多手下，还想要推荐信？我给你阎王信！你！出尔反尔，仗势欺人，钱家怎么会生出你这种卑鄙小人？你赶紧放了我！要是我起来了，定会将你千刀万剐！小姐，快放开表少爷！刚才那家丁必是去找钱夫人，若是被他看到你如此，我们2个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哼，他来了又如何？我从未将他放在眼里。贱人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不是仗着自己认识江南王，也敢在我们陈家头上横行霸道？那你的算盘真是打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母亲最恨的就是你这种狐假虎威的人，她要是来了，定不会手软。唉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为上。推荐信的事，另外再想办法。谁敢在我钱家闹事？这下更麻烦了。夫人息怒，我们此次前来是为了要见标赛的推荐信，另外还有关于当年宋家灭门一事，还要求教夫人，绝非是闹事。我呸！刚才这个死丫头险些杀了我，这就是你们仇人的态度吗？若非表少爷刚才一再为难我们小姐也不会。给我闭嘴！你这个残废！夫人，我们真的只是为了推荐信，并不是来找事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？死丫头，年纪轻轻竟然竟有如此功力！要不是看在你与我母亲一母同胞的份上，我才不会轻易饶过你。我们钱家乃倾城武道之首，威名赫赫。一个卖国贼的女儿，怎配跟我们是一家人？没有将你打死，送去法办，就已经是仁至义尽。夫人，
即便你不念在亲戚一场的份上，也要给江南王3分薄面。我们小姐可是与江南王的交情匪浅呢。哼，江南王算个什么东西？我们钱家的靠山是青叶战神，江南王在战神面前连提携他都不够资格。这么说，你是执意不肯帮忙了？想当年宋燕山通敌卖国，害死我华夏武道大半青年才俊，最后却只落得一个枪毙的下场，多少人愤愤不平。幸而苍天有眼，一道天雷劈中你宋家大宅，烧死你们这些走狗余孽。我是拍手称好还来不及呢。你再说一遍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。你们想参加比赛攀高枝，好为你宋家洗白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只要有我钱若愚在一日，你们宋家就休想踏入武道。我更不会告诉你们任何关于以前所有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拳脚上见真章。我没听说吧？是挑战大夏第3高手。见过找死的，没见过这么找死的。他跟钱夫人之间的差距，就好比外面的泥土对比珠穆朗玛峰啊！钱夫人跺跺脚，就能使风云变色，山河震动。待会儿怕是一拳，这小丫头就得挫骨扬灰了吧？你以为就你这3脚猫的功夫就可以战胜我母亲了？我告诉你，就算让你再练上300年，你都不及我母亲1根手指头。蠢货！要你死，还用不着我出手，与你动手，那是侮辱我的身份，更让人嘲笑我以大欺小。哦，原来你是不敢。混账东西，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吗？要你死，我动手指，你就会死无全尸，是吗？那不如来试一试。好张狂的丫头，看来我今日必须好好教训教训你不可。小姐不要，钱夫人的武功比他们几个加起来都高上100倍，10个你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四叔，对付他，我一招足。你个贱丫头，竟然敢如此大言不惭！就算战神来了，也别想在一招内打赢我。战神于我而言，不过蝼蚁。啊，小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那可是战神！他竟然辱骂大夏战神，简直大逆不道！战神乃我大夏追良神柱，他如此欺辱你，是在打我们整个大人的脸！贱人，你竟敢侮辱战神，还不快给我跪下！犯上乃是死罪，动了又如何？母亲，你没事吧？天啊，我没看错吧？他真的一招就秒杀了钱夫人，这练的是什么功夫？这么厉害，而且他都没动过，轻飘飘的就打败了高手排行榜第3的钱夫人。是，四叔不用担心，他还伤不着我。你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我就不信宁心诀能输给你。要不是看在我母亲的份上，我才对钱氏家族再三容忍，可你们却变本加厉，让人无法再忍。呸！钱若云那个贱人早就被逐出钱家，根本就不配姓钱。还有你这个贱种，更不配站在我钱家的地面上。羞辱母亲，找死！啊！好母亲，我跟你拼了！呀！你口口声声说要废了我，那今日我便先废了你！小畜生，你竟敢废我儿子的武功，我定不会饶了你！宁心诀与灵诀是神功，还有什么比他更厉害的？是国外武学。好啊！你这个贱人，竟敢学着宋燕山那个狗贼勾结倭寇，卖国求荣，这一定是樱花国的功夫。竟然用樱花国的功夫残害同胞，
宋家余孽果然该死！该死的卖国贼就应该被挫骨扬灰，把人抽尸！不错，我们小姐不是卖国贼，我们宋家更不是。那他年纪轻轻，为何功夫如此深厚？当年的宋家可从来没有人有这样的功夫。说不出来就是心虚，是默认。大夏武功千万，你们不知道，只能说明你们见识浅陋，愚蠢无比。你不用再狡辩了，你们宋家人骨子里就流着卖国贼的血液。今日我不幸中了你的暗算，但我大夏武者成千上万，绝对不会让一个卖国贼在我大夏的土地上耀武扬威。贵客即将驾临，胡闹什么？父亲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要为我做主呀！明儿的腿被废了。什么？明儿？我已经替他疗伤，休养一段时间便能痊愈。是什么狗东西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我钱家撒野？父亲，就是他废了明儿的腿，还打伤了我。这丫头年纪轻轻，武功竟这样高，能将若云打伤，到底是哪位大师的高足？她这眉宇间怎的这般熟悉？就是你伤了我的女儿和孙儿。是我在我钱家的院子伤我钱家人，你可知道后果？钱明仗着钱家的身份狐假虎威，还肆意羞辱我四叔。比赛输了还不肯认账，我教训他是替你们钱家清理门户。你胡说八道！父亲，这死丫头是樱花国的奸细，故意来我钱家找茬，你可千万不能信她，快杀了她！你才是胡说！钱老荣鼎在下乃宋家旧仆胡明祥，这位根本就不是什么间谍，是我们家大小姐，是您的长女钱若云的独生女，也是您的亲外孙女啊！你是月儿？你都长这么大了？哎呀，像，真是跟你母亲长得很像啊！外公，钱老，我们此次前来是想借钱夫人比赛评委会主席的身份，为我们写一封推荐信，可以让我们小姐去参加比赛。谁想到钱少爷却一再刁难，迫不得已，我们小姐才出手，还望钱老明察。怎么，你也要参加武道比赛？是啊，想必江南王在信中已经向您道明原委，还请钱老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给我们写一封推荐信。让我写推荐信，简直做梦！钱老，您意下如何呀？一个宋家的余孽而已，如今能活在这世上，已经是宋家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如今还想试图玷污武道，做你的春秋大梦！父亲，我要是为他写那个推荐信，岂不是让世人都误以为我们与宋家还有勾结？这不是在给我们钱家头上泼脏水吗？是啊，爷爷。当年我们钱家被他们宋家连累，遭到世人多少白眼，母亲几经辛苦，才有了今天的地位。难道你现在要为了这个丫头，全部都付之一炬了吗？是，明儿说的对，而且这丫头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一身邪门歪道的功夫。父亲，这要是再让她去参加比赛，岂不是玷污我大夏的武道，毁了我大夏？这纯属污蔑！我们宋家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大夏的事。你有见过小偷说自己是贼的吗？好了。推荐信不能给你，就因为我是宋家人。武道大赛的举办初衷是为了大夏选拔年轻的人才，而且历届来排名前3的，无一不是出国继续接受武道的培训，要么就是进入军中成为青叶战神麾下历练，更有甚者，能够为青叶战神的弟子，并且得到经授。而你宋家自古以来就是大夏之耻，而你又是宋家之后，这所有的路都不适合你。我虽然是你的外公，但也不可以营私舞弊，为你开这个先例。其实你是害怕我去参赛，赢了你的孙子，让他得不了冠军，成为不了青叶战神的弟子，为你们钱家光宗耀祖吧。我承认你的武功的确不错，而且在年轻一辈里也算是翘楚。可你知道吗？那军营是什么地方？不比寻常，那是我大夏的防线，是最重要的防护线。对于大夏的忠臣，
远比武学的优劣更为重要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为了你自己孙子罢了。凭他那三脚猫功夫，就算参赛也赢不了。贱女人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谁三脚猫功夫了？宋玉，你自己不能参加，就来污蔑我的明儿，真是卑鄙无耻！我告诉你，父亲选我明儿那是明智之举，他可是我们钱家100年以来唯一一个学会左右手护国术的人，冠军早已是他的囊中之物。当初我将你母亲逐出钱氏，如今你姓宋不姓钱，就算让你去了，你也不可能替我钱家扬名立万。而明儿是我钱家最具天赋之人，他一定能将我钱氏发扬光大。左右护国术，你说是这个吗？什么？你怎么会这个？而且你练到了第9层？什么？第9层？我明儿苦练了20年，只不过才练到第2层。这东西我7岁就会了，10多年没练，倒是生疏了些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这左右护国术可是钱家不传之，历代只有下任家主才能学，就连前系旁支苦心追忆几10年，也只是在临终前开。他竟然7岁就学。这钱明身为钱氏内定的下任家主，苦练20年，还比不上人家孩童时期的成就。哼，今是打脸打到太平洋去了。父亲，这一定是钱若玉那个贱人当初偷学了秘籍，然后又交给这个小贱人。你再满嘴喷粪，侮辱母亲，我先送你去见阎王。放肆！在我的面前敢对你长辈出手，你真是不仁不孝。就你这个样子，怎么配参加武学大比？身为参赛评委，镇人为亲，一心只想谋取私利。今夜若是用了你的人，那才是为祸苍生。你不止对我出言不逊，还敢辱没战神大人威严，找死吗？哪来的王八羔子，竟然敢擅闯我们钱氏的大门？活腻歪了吗？滚开！别妨碍我们做事，我得要你的命！混账东西，竟然敢跟本少这么说话，你丑死了！娘！宁儿，看我儿子要你的命！呀，不可！四叔可是看出些什么？这些人的身形武功，像极了当年暗害宋家的那群东瀛人。我也看出来了，看来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。可能他们已经查出了你的身份，前来对你下手。偏偏钱明撞上去了，反倒替你解了围。自作孽不可活。按理说，钱夫人的功力远在他们之上，可她现在身受重伤，恐怕撑不了多久。钱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，四叔只管看戏就好。陆羽，岂有此理！放弹！这是光明正大和老子打一架，就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算他们一场好汉。无耻小人！这些东瀛人太卑鄙，竟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，钱老恐怕危险。小姐，您就会搞偷袭，出来呀！你儿，不要过来！大夏的武道都是垃圾，去死吧！原来你在这里，省得我再去找了。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快走！还想跑？给我上！
谁派你来的？胆鼠辈！他们是死士，完不成任务，回去也会被折磨致死，横竖都是死，索性自杀。你在这个年纪，就能有如此的修为，的确不错。这样，看在你就在我钱家人的份上，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。多谢钱老，那快让人拿上纸笔。父亲，我们不是都说好了，你为什么？我说的不是给你推荐信的意思。钱老，你这是何意？这次比武，灵儿必须是冠军。在夺冠之后，战神会收他为徒，我可以做主，倒是让他收韵儿为徒。这样，你们宋家也就帮上了战神这个大名。无论是在大夏任何一个地方，也不会有人为难于他。你要我拜钱宁为师？战神的徒孙是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的恩赐，怎么你还看不上了？哎，曹月，我是看在我们血脉一场，我这才仁至义尽，这回要断绝进食。怕是我敢拜，今夜他没福气接呀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直呼战神大名？直呼大名又如何？他见了我还得跪下给我磕头。他竟敢辱骂战神，简直大盗！放肆！战神大人给你磕头，你以为自己是神主大人吗？没错，正是。见过装大，没见过你这么装大。你要是怀孕的，那老子就是玉皇大帝了。神主乃我大夏第一人，地位堪比神明。他如此欺人，简直是在打我整个大夏人的脸。小姐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冒充火焰神主，那是会触碰大夏所有世家，乃至全球武道的逆鳞，会全球攻杀的。子硕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原本我还是看着还有几分天赋的份上，我想给你个机会，没想到你这么无药可救。你和你那个混账父亲是一模一样。我告诉你，幸好我当初有先见之明，将你母亲逐出宗族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全族人现在迟早会被你连累。你侮辱战神在前，冒充神主在后，如此大逆不道，应当立即诛杀！听不到，听你门户！不错，诛杀宋氏余孽，刻不容缓。没错，杀他！够了，不铲除这个隐患，会被有心之人到处散播，到时候没准真会误认为我前世一族对神主、对战神大不敬，这可是塌天的大罪呀！也罢，住手！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神主恕罪。起来吧。这么早，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大人物？放弃！敢对神主不敬，看你是活孽！你敢打我？你敢在我钱家的地盘放肆！今日我若不教训你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！今日我身受重伤，一定打得你跪地求饶！就算你毫发无损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放肆的很！我女儿乃是大夏排行第3的高手，今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被东瀛狗打伤了，老夫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。也就是你们这种井底之蛙，才不在乎这种派。你可知我前世背后是何人？那是大夏青叶战神。你说是谁？哈哈哈，怕了吧？青叶战神那可是我师傅啊！你得罪了我们钱家，就是跟他老人家过不去。识相的，还不快跪地求饶，自废武功！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威胁我？青叶战神权势滔天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仅仅是让你以死谢罪，就已经是心慈手软。狐假虎威，仗势欺人，
就你们这种德行，也配做武道世家？好，即日起，我便将钱氏一族逐出大夏武道。你可是我见过的最能装的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配让我钱氏一族逐出武道？真以为自己是战神大人吗？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青叶战神。老朽胡明祥参见战神大人。您是神主四叔，神主是我主子，我可受不了您的礼。够了！你的戏该演完了。你要是青叶战神，那老子就跟你姓。战神大人若是出现，必然仆人成群，浩浩荡荡，怎么可能孤身一人？没错，周副官现在就在我的前府。如果青叶大神亲临，那么他为什么不陪伴左右呢？我看你们两个人就是假冒的，真是不知死活呀！好，那就把周玉婷叫出来，问问他，本尊是不是青叶战神？放肆！周副官可是青叶大神的第一大心腹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直呼他的大名？他向来可都是跪着向我回话。你满嘴大话！我这就通知周副将，让他前来看一会儿你是怎么死的。愚蠢，自己作死，还在这里洋洋得意。参见周副将。来吧。看见了吗？现在周副将来了。本来我爷爷善良，想给你们留个全尸。现在周副将驾到，你们的下场只会比死无全尸更加惨烈数百倍，是吗？不知死活的臭丫头，一会儿就让你见识下我的厉害。周副将，这宋家余孽闯入我钱氏门下，伙同一个小瘪三，伪装战神大人的样子。今日我们正要处置他。宋家通敌卖国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如此恶毒，如今还打着战神的旗号招摇撞骗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我今日非亲手剁了他不可！哎呀，周副将，这点小事怎么能劳您亲自动手？就让小的来铲除就好啊。德云，宋玉，你几次三番污蔑战神迷会，今日我就要替他老人家诛灭你这个孽障！慢着，周副将，这种小喽啰交给我处理就行了，用不着您费心。放肆！属下参见战神大人。战神大人，起来吧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是尊贵无比的战神大人？睁开你们的狗眼看看！这战神灵，他真的是青城山家主。拜见战神大人。小的有眼无珠，不知大人大驾光临，请您恕罪。你们刚才不是口口声声的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吗？还请战神大人原谅，我们之前不知道您的身份，而且我们也不是有意为之的，还请您看着我们家族一直忠诚于武道的份上，网开一面呐！战神大人，就这个样，他不止羞辱您，还说您是他的奴仆，还让您跪着伺候他。我只是气不过这死丫头大逆不道，方才见你与他多说了几句话，就误以为你跟他是同伙，而且大人明鉴呀，这是误会呀！大人，请您明鉴，我们一家人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在维护大人您啊！你们如此颠倒黑白，自己冒犯战神，却又贪生怕死，反将脏水往我们萧家身上泼，如此卑劣，怎配做武道世家？踩着血亲的尸骨去谄媚讨好，不仅不配习武，更不配做人。我说的都是实情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证据，还请战神大人明鉴，战神大人明鉴。若你们只是得罪我，我估计还能看在钱氏先人的份上饶了你们。可惜你们偏偏得罪的是不该得罪的人，这非死不可。江南王写信于我，周大人特地上门指点，神主大人亲临此处，原来都是为了他。宋玉，就是神主大人呀！刚才我还要说大都督，我还能活命吗？母亲，我不想死，母亲救救我啊！母亲，
我只是神主，求战神，不，求神主大人饶命！求神主大人饶命啊！你觉得可能吗？求神主大人饶我们一命，我们可是骨肉相连的至亲啊！你的身体也流着我钱家人的血呀！你们口口声声要置我于死地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与我母亲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妹？我做这一切都是情非得已，我都是在为整个钱家的百年基业呀！在我生死存亡之际，是四叔不惜性命和尊严为我求情，而你们口中血脉相连的母亲，不仅污蔑我双亲，还踩着我的骨血去讨好。钱氏一族忤逆神主，即日起从武道世家除名。天哪！我愧对列祖，钱家的百年基业归于我手啊！不要说是。父亲，是我害了你呀！父亲，是我害了钱家呀！钱夫人，当年宋家被灭门一事，你可知详情？钱若雨，你若还想你们钱氏一族有活命的机会，赶紧从实招来，否则……我说就是，当年宋家被灭前半个月，宋燕山曾来过青城山，找到我父亲，说想将宋玉托付于我，而且愿意将宋家毒的药方封上，作为报答。可你并没有答应。据他所言，当时东洋人觊觎他手中的一本毒能秘籍，几次三番想要出高价售卖，都被他以大夏武道不能泄密的理由拒绝。后来东洋人便开始向宋家的生意使绊子。竟还有这种事？后来呢？我父亲当时还在生气，替父亲与母亲私奔一事，所以就……你们既然知道我父亲屡次拒绝东瀛人，东瀛人又对我宋家虎视眈眈，为何当年我宋家被污蔑之时，你们不出来替他正名？你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宋家被污蔑成卖国贼，举族上下78口被灭，这心中就不会觉得丝毫的愧疚吗？神主，这些事情都是我母亲跟我爷爷干的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你要想报仇，你找他们就好了，杀了他们！畜生，我打死你！钱家有今天，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这就是我养的好儿子呀！报应，报应！我一直对你敬重有加，日后我必定带领钱氏一族走向巅峰，为您鞍前马后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啊！寡廉鲜耻，多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。钱家有你这种人，才算彻底完了。神主，既然宋是你们当年受尽冤屈，属下即刻叫人公告天下，严明其中立地，还宋家一个公道。若能如此，那老爷和宋家所有牺牲的亡灵就可以安息了。不行，如今知道真相的3人都已亡故，真相全都已经不在。如若现在昭告天下，大家肯定会认为你们是在我神主身份之下，才会对卖国贼下跪求饶。刚才真不该让老爷和钱夫人自尽。如今知道真相的，就只有远在岐山山的母亲了。只有找到母亲，才能揭发东瀛人当年的真相和阴谋。可是钱夫人已死，没有推荐信，如何参赛呀？钱若愚死了，评委会要重新选定，而人选的评定归京城世家联盟统管。联盟盟主萧启与我一样，都是听命神主大人。您可以去找他。好，我们去京都。小姐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真的是不放心。我想，我们去找萧家主再要一封推荐信，我陪你一起去比赛。
四叔，别担心，这次参赛的选手都不是我对手。再说这次主要目的是想要上山找到母亲，我一个人更方便。哎，都是四叔没用，要不是因为我残废，你也就不用一个人孤军奋战了。四叔，东瀛人知道我身份，肯定会给我下绊子。您留在外边，到时候我要是有什么意外，就去找萧启帮我。四叔明白了。一年一度的武道大赛即将开始，规则十分的简单，率先登到山顶且拿到胜利旗的就是此次比赛的冠军。在此次比赛中，我们将设置各种关卡来阻碍你们，凡是无法突破关卡，则拿白旗投降者将视为自动退赛。如诸位没有什么异议，请签下生死状。历年的武道大赛，死亡者不在少数。今年的关卡尤为凶险，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还趁早回去吧。万一不小心破相或者缺胳膊断腿，那这一辈子可就毁了。还是担心好你自己吧。脾气还不错，可惜啊，今年的冠军非我莫属。怎么回事？刚刚还是晴空万里，怎么天突然就变黑了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不过是些障眼法而已，也就吓唬吓唬你们这些新手罢了。萧少不愧是萧家未来家主，见多识广，处事不惊，真是让我等佩服。你们大家跟紧我，保管留你们一条小命。此处不是寻常石堆，像是被人施了阵法，阻止我们上山。大家小心点，都跟紧我，此地有阵法。你吵什么呢？这里到处是阵法，一旦行差踏错，就会丢掉性命。听说你曾经在江城打败过3国高手，可武道锦标赛还要奇门遁甲、五行八卦，你们江城这种乡下地方学的，和京都世家根本没法相比。你还是老老实实跟萧少指挥吧。武道比赛是个人战，管好你们自己就行。哎，不识好人心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走。哟，找不到出去的路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难道你出得去？我一开始就看出来，此处被布下了五行阵中的阴阳双劈的，只要按照五行阵相反规则，就能走出去。萧少果然学富五车，连如此隐晦的阵法都知道。宋月，现在你服气了吗？臭丫头，我们萧少大发慈悲的教会了你，还不赶紧下跪磕头谢恩？耍嘴皮子没用。走得出去才算本事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好，我现在就走出去，让你瞧瞧什么是真本事。走。我们走了快20分钟，明明就在眼前，为什么就是走不出去？这地我们来过，我们被困住了。这山林中断水断粮，我们肯定超不过3天，就会化为一具干尸的。哎，你批数现在有什么用？现在重要的是赶紧想办法出去啊！看来这宋韵已经被困得狂躁，竟然批数泄愤。哼，这女人简直就是个蠢货。现在断水断粮，最重要的是保存体力。人家可是打败3国高手的大人物，哪能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相比啊？肯定要时时刻刻保证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行。苏月，你疯了吧？你到底要批到什么时候？你斗够了没有？是要把大家害死你才满意吗？我念你是个女人，一直对你百般容忍。既然你如此不识相，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哼！天亮了，
我们破了阵法。原来你刚拍打树木不是为了泄愤，而是在寻找阵眼。可是这树木都一样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任何阵法都有破解之法，之所以看不清，是因为身在其中，不得其解。若是这阵法被毁，这阵眼自然就能显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还精通五行阵法？雕虫小技。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有什么可炫耀？破天斧。师父，这凤鸣九天当真厉害无比。当年这把凤鸣九天与破天斧同时出世，是多少武道中人梦寐以求的神兵利器。只可惜破天斧不知所踪，实乃一大憾事啊！大家小心，此人手中拿的乃是破天斧。破天斧，那可是传闻中兵器排行榜第1的神兵利器，世间唯有凤鸣九天能与之匹敌。没想到武道众人苦苦寻觅的破天，竟然落入一个东瀛人手中。你们这些黄毛小子，既识得我手中宝物，既如此，还不如乖乖地跪地求饶。此人是樱木大师的得意门生井上四野，他的师弟就是之前力克多名华夏高手的森田。之前森田上门挑衅，伤我萧家学徒10余人，我因故未能到场，不能亲手报仇。今日便新仇旧怨一起算。好，我看你们是执意要死，少他妈废话！萧少深得萧家武学深传，就算遇到绝世高手也毫无惧色，真是武备堪用。萧少此时占据上风，胜券在握呀！自不量力，受死吧！呀！程野草就给你3脚猫的功夫，还想与我为敌？我看你是自寻死路！看招！呀！真没想到，凤鸣九天在你的手中。你竟然手持凤鸣九天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听闻凤鸣九天是火焰神主的不传秘宝，怎么会在寿院的手中？不过臭丫头，就算你生起力气，也休想赢我。如果现在你给我磕头认错的话，我大发慈悲，可以留一具全尸赐予你的同伴。我饶了他们的狗命。风月，井上和森田的武功根本不是一个档次。认输吧，你现在求饶都来不及，怎么还敢出言激怒他？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风月，你听到了吗？赶快磕头认错呀！对呀，你自己想死，可别连累我们。80年前，东瀛人犯我边境，辱我将士，欺我百姓，千万英灵在上。难道你们想让他们看见他们牺牲性命保护的后代，如今是怎么面对着他们的敌人谄媚求饶的吗？但大夏儿郎就算是死，也要挺直腰杆才是。况且我们都是各大京城世家的圣人，我们仅要是死在这儿，这东瀛狗也休想活着离开大夏。在这山中，生死各安天命。况且比赛只是一个幌子，目的就是要了你们的狗命。现在知道放心好求救了，晚了。今天我让你们统统地死在这里。该死的人是你！杨淼，我虽然不喜欢风月，可道理怎么说，他也是大夏武道的一份子。你带他们先躲到一边，我去帮他，不然都得死在这儿。八嘎！暗中偷袭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跟你这种狗贼讲什么江湖道义？好女人是什么剑？有本事过来杀我呀！
本少可是帮了你，怎么连句谢都没有啊？没有你，他死得更快。这是大夏武道的东西，收好了。什么人啊！本少下次要是再帮你，本少就是个大帅哥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妈呀！老子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哎，你弟要是再敢喊，老子将你的先奸后杀，明白？畜生！多谢少爷相救。区区小事，不足挂齿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在这荒山野外的？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在这荒山野外的？我家小环，父母都是这山中的农户。前阵子我们村里来了一帮东夷人，强行征收我们的土地，我们不从，他就对我们拳打脚踢的，还要将我掳走。东林狗贼竟在我们大夏土地如此耀武扬威，真是可恶！各位少爷小姐，你们武功高强，请你们救救我的父母。你一个农村姑娘，怎么知道我们各个武艺高强？哈哈哈！想不到你们堂堂大夏武道第一宋燕山的女儿，竟然轻松栽在我的手上，看来你也名不副实啊。宋燕山，你竟然是卖国的宋燕山的女儿！小少，不如趁她现在身受重伤，一刀杀了她。少少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当年宋燕山杀了我多少前辈，你们萧氏也有人受害。如今我们杀了宋燕，也是替天行道。你说的没错，国仇家恨，不得不报。宋燕，我会给你个痛快的，不会让你死得太痛苦的。呀！东营狗贼，想让我们自相残杀，多不文言！少少说的对，宋家老头我们先放在一边，解决东营狗贼先。竟然没事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敢单枪匹马上山，就绝无可能毫无防备。从你出现开始，我就知道这是个圈套。你的匕首虽然锋利，但我不可能突破我的软肋甲。软肋甲刀枪不入，来武道至宝，竟然会在你一个小丫头手上。幸好我们没有动手，不然死的就是我们了。既然你没受伤，为什么不出手？故意骗我们是吧？这是你们污蔑宋家的教训。污蔑？宋家卖国是板上钉钉，何来的污蔑？等等，你是说当年宋家是被人诬陷的？难道是东营人？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有证据吗？抓住他，找到他幕后的凶手，自然就会有证据。你别再运功疗伤了，那银针已经流入你的体内，单纯运功是逼不出来的。这没有毒，他们耗费这么多功夫，不会只是想让我被银针折磨。大山的毒会有余生，终生不向受禄，反倒像是召唤什么东西。他们在召唤毒蛇，这鲜血不仅能召唤毒蛇，还能召唤猛兽，到时候我们都会成为他们的食物。这是解毒丹，你们每个人吃下去一粒，寻常毒物便再也不敢靠近。你这个宋家余孽会有这么好心？该不会是想下毒毒死我们吧？少他妈放屁！人家想要害你，只需要坐视不管就好，何必还下毒屠杀你们多此一举？你们也都是堂堂的男子汉，未来各大家族的家主，何必畏首畏尾，像个娘们一样？拿东西。我师父曾说过，天下万物相生相克，凡有毒者，7步之内必有解药。用这药材再混上这毒丹，在四周铺上结界，毒物便再也不敢靠近。还是要运用一针，
你们好好在结界待着，毒物便不会再进来。酋长，这可是诛杀宋家余孽的良机，要不然我们……这宋印三番五次救我，我们现在想重伤的他下手，跟东瀛狗有什么区别？酋长说的对，看在他救过我们一命的份上，我们替他护法，全当报答。这毒针虽在我周身经脉运转，无法轻易逼出，但师父曾教我倒转经脉之法，或可一试。徒儿，此处经脉乃是你功法死门，一旦被敌人掌控，必死无疑啊！师父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师父教你流转经脉之法，待你学会之后，便可随意的逆转体内的穴位经脉，让敌人无法掌控。这难道是传说中的真气吗？它不光在逼住毒针，就连武功修为都在提升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们的目标是宋，你们这群大下猪，速速离开，否则死！就凭你们这几个东瀛狗，也敢在这儿耀武扬威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不是80年前，在我大夏的土地，轮不到你们说话。想让我们离开，得先问问兄弟们手上的剑大不大呀？不自恋，兄弟们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抗战。80年前，我们的先辈没有走，到了我们这一代，我们更不能输。这群东瀛狗，我跟你们讲了！堂堂萧家少爷，不过是狗贼，要杀便杀，哪儿都有废话。过，你敢杀我吗？我已经很早之前就发了信号弹，二叔马上就带人来救。而且这里不光是我，还有钱家、明家各大家族的少主，他们在大夏都是举足轻重的大家族。要是我们死在这儿，樱花馆拿什么交代？谁说是我们杀了在座的各位少主？明明是宋家余孽，狂性大发，为夺冠军，丧心病狂，杀了各位少主。我们东瀛武士拼尽全力，死伤无数，最终杀了宋，为大夏的武道报仇，至于这手串，理应作为谢礼，为我樱花国尊。原来你目的是要陷害宋玉，这么大光明的拿走手串，如此大夏武道全都是一群垃圾。当年宋家铁骨铮铮，却被你们骂成是卖国贼。宋家的手串自然归我们。你是说，当年宋家是被你们陷害的？我们以为毁掉宋燕山的名誉，他在大夏国就无法生存，自然要投靠我们樱花国。谁知此人油盐不进，宁愿毁掉宋家绝世秘籍，也不肯卖给我们。对于这样冥顽不灵的人，我们只能斩草除根。这群畜生！当年咒骂宋家最狠的，最恨不得将他们挫骨扬灰的，正是你们这群大夏人。现在倒是义正言辞起来了。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华夏武道亏欠宋家太多，今日我就是拼着最后一口气，我也要护住宋家最后的血脉。你马上去杀了宋韵！你马上去杀了宋韵！只要我们还活着，东瀛狗贼的奸计就必将得逞。对，我绝不会再让你们伤害宋家人。就凭你们想阻止我们，走吗？你们赶紧把他们统统带下去！我已经没有任何耐心陪他们玩了。
不要！齐国汉术找死。这是风鸣9天，第9招，绝情一枪斩。传闻说这是火焰老人的绝学，宋月竟然练到了第9层，莫非他是？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神主恕罪。属下救驾来迟，还请神主恕罪。起来吧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四叔别担心，全靠这个手串，不仅帮我逼出了体内的盲针，还提升了修为。可惜时间太短，未能全部炼化手串当中的力量。小姐竟然有如此奇遇，一定是家主在天有灵，保佑小姐。都是属下来迟，险些让神主遇险，还请神主责罚。刚才我闭关打坐，若非萧敬等人拼死相护，我也等不到你们来支援。神主过奖，可是静儿他们人呢？他们刚刚被东野人带走了。什么？神主，此次武道比赛比往届都危险100倍，看来是东瀛人故意设下的圈套。没错，他们想重演当年宋家灭门惨案，让我与整个大夏武道为敌，夺走这个手串。萧敬等人被带走，怕是凶多吉少。神主，此次比赛的裁判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，说不定能从他们口中问出些什么。来人，把他带上来。说，到底是谁派你在比赛中下了毒手？冤枉啊，武圣大人！这届武功大赛都是生死各有天命，哪有什么人指使啊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我说是佐藤乌兰指使的，他要重演宋家事件，诛杀各家亲家一辈，阻止大夏武道崛起。他就在山上的石室里。萧启，你下山通知各大世家，青叶、四叔，你们随我上山救人。是。大家小心，恐防有诈，别走散了。母亲，是夫人，小姐，是夫人呐！宋月，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。佐藤五郎，没错，正是我。你确实有些本事，竟然能够一路过关斩将来到，但可惜啊，你最终还是会死在这儿。我认了你，小姐，当初就是他到宋家。威胁老爷毒害武道同胞，就是他带人屠杀宋家满门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佐藤狗贼，今日我就要取你的人头，祭奠我宋氏满门。宋月，你现在已经是我的阶下囚，你还敢如此大言不惭？哼，就凭你想拦住我，做梦！做梦！狗贼，你干什么？快放开我母亲！今日你敢动一下，我便断你母亲一根骨头。你若是不在乎她的性命，尽管动手。狗贼，敢欺辱神主，你找死！让你的手下马上住手，不然就命断他的脖子！千叶住手！带上来。是萧家少家子。狗贼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久闻青叶战神武功卓绝，若不想这几个人死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！战神大人，他们都是各大家族的继承人，他们若因为神主而死，神主日后将无法在大夏立足。虎怀主，走！你休想跟我耍花招，用铁钩勾住他的琵琶骨，给我废了他的武功！狗
狗贼，你找死！我说过，你敢动一下，他们就得受苦。我死不足惜，救夫人。你可真是一条忠实的狗啊！还不快做！再犹豫下去，我的条件可就不止如此了。秦月，你可真是不听话呀！不听话的狗就是要被教训。狗贼，你放开我母亲！我杀了你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生气了？这才只是前菜而已。母亲，狗贼，有种你跟我打！什么火焰神主、青叶战神？呸！如今还不是像狗一样被我折磨？宋玉，只要你将手册交出来，我可以免你受皮肉之苦。这些人，或许我能留他们一条狗命。小姐，手传乃大夏至宝，是宋家牺牲全族性命保全的，绝不能交给东洋狗贼。神主，千万不能因为我不同心，不能上东夷狗子的当。云儿，母亲能看到你平安的长大，就已经很满足了。不要再让母亲再拖累你了。母亲真的好累了，该去见你的母亲了。想用自杀毁灭我的计划，只有你这个废物，还有别的筹码？给我放开我母亲！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交给我，不然都得死。手串是我宋家誓死保护的东西，你休想拿到手！很好，你迟1分钟交不出来，杀你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心疼了，刚才这些人可都是拼死为你护法，现在却因你而死。那你说下一个我是选谁好？这里的四叔、青叶战神，还是这些年轻人中的其中一个呢？老爹，我已是个废人，活着也没有用。但这些年轻人是大夏的希望，有他们在一日，云花狗贼便不敢犯我大夏。老爹，四叔以后不如此照顾你们，自己保重。四叔，五关主，生一辱，不如死一荣。宋家满门忠烈，小姐勿忘。四叔，我记得生一辱不如死一荣。果然是大夏至宝，既然有如此大的能量，我一定要得到它。一群蝼蚁也想偷我大夏至宝，你们也配？今日你要为我父母亲、四叔，还有当年宋家78口人讨回血债。这是什么功夫？这是老神主的火焰神诀，习得此功者，一念可足可以动天下。佐藤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哼，想要我的命没那么容易。神主小心，他在吸收其他东洋狗的功力。这是我佐藤家主的黑暗秘术，至阴至毒，众人必死。妖魔邪祟，岂可战胜我大夏重器？母亲，你醒醒，母亲！母亲还有气息。神主，火关主还没死，还有微弱气息。手串跟火焰令都拥有巨大能量，如果使出这股力量到夫人和火关主身上，说不定可以起死回生。
神主，胡观主醒了。母亲，母亲你也醒了。婴儿，我的婴儿，母亲，月儿终于还能再见到你了。神主，如今宋家冤屈已经昭告天下，国主也下令为宋家主修书立传，搭建祠堂供后人敬仰。那您何不留在京都？是啊，樱花国的阴谋已被揭穿，如今正在大肆搜捕境内的樱花残部。若神主在，也能威慑他们。佐藤五郎已死，剩下的小喽啰不足为惧。国主已将家父骨灰归还，宋家也正在重建。我要带着母亲和四叔回去，让父亲落叶归根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不多留神主了。日后您有任何吩咐，随时联系我。青绳觉武功博大精深，希望你以后可以带着京都各家少主勤加练习，日后也好为大夏无道尽一份力。神主放心，我一定好好修炼，不会辜负您的希望。母亲，四叔，我们回家。好，回家。